车子突然完全没有刹车功能，载运的甲苯是易燃物，会爆炸的，非常危险。当下阿姨立刻把手肘压在喇叭的位置。记得小学2年级的时候，晚上有一个灵异节目，姐姐们真是又怕又爱看。印象里最深刻的剧情描述有一个武技精湛、热爱舞蹈的首席芭蕾舞者，被嫉妒他的团员设计，陷害他跌断腿成了残废。医生说他再也不能跳舞了，悲愤绝望之下，他就在病房上吊而死。从此只要有病人住那间病房，到半夜12点都会遇到鬼。每次鬼要出现时，窗帘会一直飘动。当镜头里女鬼从窗帘掀起的刹那现身时，姐姐们全都惊叫出声，而我是瞬间钻到椅子下。到现在我还记得那种恐惧，怕到没地方躲，被回过神的姐姐们嘲笑。对于鬼故事，我一直保持着高度兴趣，又怕又好奇。当时还立志等我长大以后要去后龙一栋有名的鬼屋探险。现在知道阴阳灵异真相后，不会再对鬼屋探险有兴趣了，因为自己去找鬼也算是违反阴阳两界互不接触的原则。若真的因此遭遇到被鬼攻击的事件，也是自找的。莎莎姐，请问鬼屋真的会有鬼吗？我要讲一个鬼屋事件，这是一位书友的亲身经历。有一位勤奋工作又帅气的男子阿义，娶了一位贤妻良母小美。经过夫妻俩的共同打拼，他们终于拥有了新家，是自地自建的楼房建筑。搬进新家后，也把原本在五股老家供奉的神像请到楼上的神明厅。有一天晚上睡梦中，阿义听到有人很用力的踩楼梯上楼。阿义心想，奇怪，怎么有人这样走路啊？听着怪异的脚步声，阿义打算起床去看看，有小偷这么嚣张用力走路的吗？突然阿义的胸口就被重物压住，全身顿时动弹不得。阿义心想，这就是人家说的鬼压床。他想到常去的寺庙师父有教他念驱鬼的保平安经文，赶紧默念响了一遍。经文的开头有一句39天天外天，全查几米三角形人的人。默念完经文，整个人还是动弹不得。阿义心想，怎么没有效嘞？师父不是说可以辟邪吗？被压得很痛苦，他赶紧再仔细想了一下，原来是自己背错了，是33天天外天才对。阿义就赶紧在心里又默念一遍，一念完，被压的感觉就消失了。当下他跳下床，对着空气骂，不用吓我，我才不怕你，有本事现出原形，我们来对干。他问老婆小美有没有听到很用力的上楼脚步声，小美说她也有听到。他就警告鬼说，凭什么来我家搞鬼？我是人，你是鬼，我比你大，有本事你就弄死我，我做鬼就可以看到你，绝对把你打死。虽然他自恃不怕鬼，可是家里的怪声仍然经常出现。阿义就规划每层楼每个门窗都要有神站岗保佑，所以后来神明厅就摆了10尊神像。时间一晃眼过了30几年，在阿义和小美的努力守护下，子女也都成家立业了。没想到同住的儿子成了通灵体质，能够让神上身。有一天，阿义哄完孙子入睡，放在小床里，才刚离开房间，就听到孙子房间发出声响，赶紧跑回房间看，小床的床垫竟然被抽拉起来丢在床边，而孙子连棉被一起掉在地上，幸好是坐在棉被上。不过孙子却对着墙角举着小手喊，我也要，我也要。阿义立刻打电话叫儿子回来一起打鬼，虽然看不到，但是他想全屋2个人包抄，总是会打到吧。他要儿子去神明厅取7星剑法器，开始对着空气一层楼一层楼追看。终于听到空气里传来一声哀嚎，阿义以为有打到鬼了。后来去寺庙里问师父，师父做法请来了那个鬼，他自称是在这块地修行100多年的狗，地被盖了房子，是他先来的。阿义要赶他走，还用刀砍伤他。阿义当然是听从师父的建议，做了补偿鬼的法事超度。然而家里的怪声响仍不时还会出现，
孙子还被推下楼梯受伤。不过故事还没完，终于有一位老朋友建议阿义看张国生的书，阿义半信半疑的把书收下，就是这本《人生大挑战》。阿义看完之后恍然大悟，自己被骗了几十年。这个闹鬼的戏码确实是神的骗局。尤其是小美也开始在看《人生大挑战》时，竟然在睡梦中被推下床，锁骨骨折。这是鬼不让她看书的威胁，但是小美不畏惧。阿义也更确定《人生大挑战》是真的，不然家里这么多神像，怎么还会有鬼？还会发生这么多神没有保佑的意外？首先记住，保证不变的铁则就是鬼屋的鬼绝对跟有谁死在里面完全无关，而是与当事人跟阴界倒流有关。阿义原本就有供奉神，还会固定去五股的寺庙拜拜，这就是自愿跟阴界倒流者。什么叫做跟阴界倒流？请看前面的影片。鬼屋的灵异现象就是阿义请了神像回家，让桃灵进驻。阿义正走在人生顺畅期，神就开始自导自演搞灵异事件。那桃灵演出鬼屋事件的目的是什么？阿义少年时期到天主教堂厨房当学徒，虽然他不信天主教，但是受到天主教的影响，很少主动去寺庙，只有偶尔随俗去拜拜。后来有遇过死里逃生的事故，让他越来越信服宫庙的神佑。阿义年轻时是油罐车司机，有一次载运甲苯，经过后龙的路段，车子突然完全没有刹车功能，眼看前方是红灯，两线道各停着2辆车，道路两侧都是安全岛，完全没有地方可闪。当下他已经把刹车踩到底了，车子却完全没有减速。若是车祸事故，载运的甲苯是易燃物，会爆炸的，非常危险。当下阿义立刻把手肘压在喇叭的位置，让喇叭发出连续的声响，警告前方的车辆及用路人。千钧一发之际，前方路口的宾士汽车就闯红灯往前开，路灯方向的车也因为喇叭声的惊动有停住，阿义才得以安全冲过红灯路口，没有撞到任何车辆。这里要提醒观众，以后在马路上听到后面来车突然发出连续不停的喇叭声，要提高警觉，看后照镜来车的方向，赶紧先让开为首要之务。当阿义的车子冲过红灯时，突然刹车功能就恢复正常了，开始减速停住了。阿义下车，朝着怒气冲冲对他破口大骂的宾士车主鞠躬行90度大礼，边道歉边感谢对方救了他一命。那个路段附近刚好有一间庙，当时阿义还以为是神保佑才没有酿成大祸，特地去庙里向神承诺，有经过一定会来拜拜。这种离奇事故就是桃灵要抓交替，其实刹车突然失灵是神指使黑灰气体团去搞的鬼，但是人类处理得当，安全度过没出事。桃灵抓交替没抓成，逃过一劫的人反而以为是神保佑，又去庙里感谢神，却不知道害你刹车失灵的就是神。神的自导自演的特点就是有拜却没有保佑，反而还会出事故。鬼屋事件为的就是让阿义更相信宫庙，而庙里的师父是桃灵的帮凶，透过师父传递桃灵编的故事，自称某某神或某某灵，在加油添醋编一个故事，加强阿义的忠诚度，才会请更多尊神像回家，继续提供全家人的躯体元气供养桃灵。在人生顺畅之际，是神最喜欢下手的时机。这个阶段为了解决阴阳灵异的问题，绝对敢花大钱，任由师父予取予求。等到钱财被掏空，身体也被桃灵吸食利用到出问题，事业、财富、健康、家庭都挫败，人类想不开去自杀，这就是神等候抓交替的目标。鬼屋事件也是自导自演，一般人要去鬼屋探险，都会先到庙里拜拜，或带个灵异体质的人前往鬼屋。神只是看心情配合传说剧情，搞灵异现象去惊吓信徒，这才是鬼屋灵异现象的真正由来。但念经文，鬼压床就消失了，这也是自导自演吗？是的，简单来说，经文就是桃灵给通灵者的资讯，人鬼合魔编出来的。会念经文咒语，就像贴上
欢迎神灵来享用我的肉体的标签。当阿义默念庙里师父教的经文，念错了，鬼还故意不离身，念对了才离身，这样阿义自然就会回庙里继续供奉钱财给师父，供养肉体元气给桃灵利用。鬼屋事件的鬼为什么要自称是狗灵？当然是桃灵瞎掰的剧情啊，因为阿义的房子是自地自建，若要拿什么死人、日据时代的坟场啊、刑场啊来编闹鬼的故事是不合情理，只有自称是狗灵才能取信于人，狗的灵魂根本不可能当桃灵，只有鱼类的灵魂才会当桃灵，因为投胎当狗的灵魂已经是智慧灵根长度快要可以当人类的程度了。这类动物都有好鬼督促生者在严格控管投胎程序，且这个时期动物灵魂是带着累世的记忆投胎，不会有谁笨到敢违法不投胎的，浪费前面的投胎成绩。那个自称是狗灵的鬼，就是所有机身起价上升都一样的灵，鱼类桃灵。听不懂我说的意思，可以看前面的影片，最好直接看人生大挑战，线上免费阅读，会有更详细完整的解释。其实不相信真相的人，只要先放下成见，用假设张国忠写的内容是真的这个角度去看待世间所有亲友的实际案例，自然可以判断是否可信。快点帮我订阅，爱你哦。阿义打到鬼，鬼还叫了一声，人真的是可以抓鬼打鬼的吗？那当然是自导自演，鬼叫那一声是演给人类加强剧情的可信度。事后去庙里问事，师父说那个鬼自称被阿义用刀砍伤，这样剧情听起来是不是很逼真？阿义当然就会相信啊，就会掏钱给师父做超度法事。人类是不可能有能力抓鬼打鬼的，自称能帮你抓鬼打鬼驱鬼的人，你100%要远离，因为保证是骗局。被鬼缠身是自己的意念造成的，要脱离要驱鬼，只有你自己做得到。那种声称能帮你解决的人，若真的有效，你更要小心，绝对是自导自演的一环。即使是声称以真相书籍之名帮你驱鬼抓鬼，这就是披着书皮的瞎掰鬼，简称甲方。桃灵利用甲方收集没有意志力自己看书解决困境的人，简称乙方。当甲方展现能力帮乙方赶鬼，若是有效，但实际上甲乙两造都已经进入根阴界倒流的陷阱。被鬼缠身的乙方身上的桃灵配合甲方的说辞，一样是自导自演的模式，让乙方身上的鬼暂时脱离，但实际上是让乙方依赖甲方，以后遇到什么问题都会想找甲方解决，无限循环。乙方发现问题找甲方解决的模式，衍生出用好鬼来当噱头的宗教。还看不清骗局又被骗的人，正好是智慧筛选。毕竟人类世界还是需要鱼虾水族当食物类。即使是我刘小草，假设我自称能帮你抓鬼驱鬼，保证也是骗局。如果遇到了鬼屋事件，要怎么处理？如阿义的实例，遇到家里有鬼时的正确驱鬼法如下：一、停止跟阴界倒流的行为，这是首要必备的条件。先阅读人生大挑战，才能彻底明白神的真正内幕，也才会打从心里排斥神。再阅读人生字典，才会知道各种状况的正确处理原则，这样才能真正拒绝倒流，也才能真正靠自己驱鬼。这也是我为什么要一直强调自己看书的原因。光听我口头讲讲，即使你被我说服了，但是完全没有来龙去脉的完整知识基础，你会遇到很多疑点，就会心生恐惧。桃灵就是利用人类的恐惧，才能自导自演，创造出神佛之说来让人类依靠。请注意，未来绝对会有人编其他的名词来代替神这个词，都是换汤不换药的倒流陷阱。只要有利用无形力量来帮助求助者，就是陷阱的破绽。故事中的阿义，他不怕鬼，但他仍然是怕鬼伤害家人，所以他请了一大堆神像回家拜，以为可以靠神明驱鬼，却中了圈套。桃灵都是欺软怕强，
会挑家里身体最弱的人下手，刺梦纠缠，让他成为通灵的体质，能被附身，再逼使其走向开宫设庙或去庙里当乩身。不听从神的指示，神就会搞得家人生病或意外不断，逼使人类屈服。开宫设庙或当乩身是会祸延子孙3代的，绝对会害子孙生重病，癌症、精神疾病、不平安都是这样来的。幸好阿义有看到人生真相书籍，还来得及扭转自己和子孙的未来人生。2. 清除逃灵的信物，家里的宗教文物一律清除，才能让无所不在的逃灵黑灰气体团死心，知道人类不可能回头求神，放弃纠缠。3. 全屋大扫除，最好也是全屋粉刷油漆，清除躲在天花板和墙面的逃灵。解决鬼屋就这3招，不用任何宗教仪式。其实所有闹鬼的房子都是宗教仪式而引来的鬼。详细内幕请点选官网免费阅读电子书，自己好好研究，读懂了凶宅都可以住。